大家好，我是 Sabrina，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创立 LINE 的群组。那在这群组上面呢，就会贩售我们的植株，也会把我们活动啊、第一手消息都公布在上面。关于鹿友们的养殖经验啊，都很欢迎大家在上面做交流。我们也会分享所有我们养殖的技巧在记事本里面，为大家解答问题。所以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加上下面这个 QR code 加入我们的群组。今天这一集欢迎来到晴花鹿苑小教室。这一集主要统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刚入坑的时候也很常有疑惑的问题。今天就是关于讲到皮层这一系列啊，它所衍生下来的个体。首先讲到皮层，那它不是18种原生种基因，它主要是由银鹿跟爪哇这个交种氏而来的品种。那大家可以看到这3品啊，都是从 Pichon 的孢子苗里面特选出来的个体。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一只。大家可以猜一下名字。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形态，主要是它的手的分叉，并不是属于多叉的，它是属于分叉比较少一点，但是绒毛非常的厚。然后整体啊，这个已经算是它的最终极形态。可以看到整体的形态其实并不大，然后是属于挺叶类型的。那这边啊，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啊，大家有猜到什么品种吗？那这边就公布给大家，这是Hakuna Matata。那我们就来聊到Hakuna Matata呢，它是从 Pichon Compact 原因种孢子苗里面特选而出的一品，它的编号是 F301， 它的底色啊并不是属于深绿色，是有点青苹果色的感觉。Matata 主要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耐热的品种，夏天住在我们的温室啊38度的时候，也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畸形叶。加上它也是非常耐高光。我手上拿的这一颗啊，它是在自然光下面长大的。首先前面1-2年的时候手会稍微有点垂，第2年开始成熟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姿态都非常挺拔。它是一个在各个环境饲养上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一品。其实它抱起来的大小啊也不大，所以不会到非常占空间。那Matata它是属于一个精致娇小可爱的类型，然后价格其实也非常平易近人。我觉得入手没有难度的一品鹿角蕨。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第2株这一颗呢，它整体形态又跟刚刚的Matata比较不一样。它是孢子叶呢带一点垂坠感，手比较长一点点，然后它的冠呢相对起来的话就非常的雄伟。但它比较好玩的是呢，它同样也是青苹果色的底色，然后配上 Pichon 独有的绒毛。大家有猜到这一颗的话是什么品种吗？把它撕掉。它是 Snow Queen， 它是皮层里面的 F304， 编号 F304， 中文是雪后，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雪后的话呢，它的养殖环境啊也都跟Matata一模一样，它们都住在同一面墙。然后它的浇水方式呢，我们也是属于一个大干大湿。Pichon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壮的品种，水分的控制我们其实就是给它完全一个完整的循环。夏天的时候偶尔也会让它干燥，但是目前看下来的话呢，适当的干湿循环比起长期湿哒哒的话，整体植株状况会差很多。那我这边拿起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终极形态啊，大小的比例其实是属于中型，看起来比较浪漫唯美的一品。照顾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这一系列它们上面的绒毛都非常的多，主要就是我们浇水的时候啊，尽量用泡的。或是浇水苔，不要用强力的水柱去冲到它的叶面，就可以保留它的白皙完整度。雪后呢，也是我们养殖鹿角蕨一路上呢的信心制造机啊，因为它是可以用非常平易近人的价格呢就能入手，然后成长速度也算快，也非常好养殖。就是鹿角蕨有趣的地方，它的基因啊可以千变万化。那我们讲完这一系列之后呢，我们来讲到皮层系列的万众之首，就是我们的中间这颗，现在大家看到的话，应该蛮多人都认得出来这颗是谁。可以看到这一株它整体的形态啊是深绿色的底，它分叉呢其实属于短叉，很可爱，然后几乎会齐平，非常非常挺拔。整体啊可以看到它脸包起来有点圆圆胖胖的感觉。大家有猜到是哪一颗吗？就是我们家的 Elsa 冰雪公主。编号 F307 的 Elsa 呢，它是来自通克拉园区里面的经典之作。当初刚发表的时候，一度造成轰动。
你可以看到它整体的形态其实有如珊瑚的感觉，你看到它的这个分叉感，跟它的白皙的程度，尤其是深色的底配上白羽毛的时候，更凸显它的整体的风格。那 Elsa 呢，整体的话，它的价格会是属于这一系列的比较高，属于中高价位的一瓶。它的养殖难度啊，其实说起来不难，但是它比较常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Elsa 前期的时候，营养液啊生长的速度比较慢，很容易不长脸。那这时候，当你的孢子叶很多的时候呢，就会有断头的危机，因为孢子叶太重的话，它的根系是很难去支撑它。但是前期在养 Elsa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在它营养液长出来之前啊，每次拿下来泡水的时候，晃动到的幅度一定要特别的小。然后如果再有一点晃动的话，下面一定要加一块铝线去帮它辅助做支撑。Elsa 它也是一个非常耐高光的一瓶，有光源的指引可以让它的形态发挥得更极致，更加的挺拔。这一株啊，它刚来的时候啊，手的分叉完全跟现在不一样。到了第3轮手开始之后啊，我就发挥它终极形态的样貌。非常好玩的鹿角蕨就是基因的多变之处，虽然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但都保留着皮层最原始的基因，白绒毛，然后叶厚，生存能力强，采芽能力也强，耐旱程度也高，也耐高光。想了解哪一系列的鹿角蕨品种，也可以多在下方留言告诉我，然后我这边会再去做统整，然后再把园区里面的相同系列摆出来，给大家一次看一下整体形态的差异性。鹿角蕨现在的品种啊，非常的多，要记住全部的名字其实非常的难。我们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形态，然后喜欢的品种，去了解它的来源，了解它的照顾方式，那就可以了。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您的想法，然后还有你想看的品种系列。拜拜。